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华为刚刚发布的 FreeBuds Pro 这个最新的降噪耳机之前呢，华为的无线耳机系列呢表现的都非常不错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做过小体验这个 Pro 呢，我们也是体验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历了它的数个版本更新，感触还是非常多的。OK， 不客观之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OK 这次呢，华为这边呢，我们是直接拿到了它的全部的3个颜色。我手里这个是白色的版本，然后还有一个全黑色的版本。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开箱盒子方面呢是一个 Type-C 的数据线，然后还有一些替换的耳塞说明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个颜色是非常值得说到的官方的名字呢叫做冰霜银，它这个外部呢是一个比较深邃的这种灰色，白色和黑色这两个都是亮亮的那种抛光面的处理，但是这个是磨砂面的处理，看起来呢要更加有质感一些。而且打开之后，这耳机非常帅有点 Cybertruck 的那感觉，就是亮亮的那种金属的银色但它不是金属的但是它做成了这种质感，非常漂亮戴上耳机，非常扎眼。这个比什么各种彩色，我觉得要高级多了。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会成为这个系列的一个脱销色吧，肯定会卖脱销。而且它跟外部的这个壳呢形成了一个反差，里边是这种高亮的。耳机也是入耳式的，单耳的重量呢是6.1克。我们在这段时间的体验过程之中，这个重量还是非常 OK 的，就是还是算比较轻便的然后耳机呢，它也是支持无线充电的，下边有 Type-C 的接口，然后放进去，这个也是非常的舒服吧，有这种磁吸式的效果，不管是耳机还是这个盖子。然后同样里边也有一颗白色的这个指示灯这个就是提醒你电量的，如果电量不足的话，它就变成那个红色。还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也凸显华为比较用心的地方吧，就是这个银色跟黑色呢，它们两个是深色系，所以说后背的这个金属的片上这个是做了深色处理的，但是这个白色呢是要符合它这种浅色，所以说这个金属呢它就是没有做黑化的这个处理，所以说一体性要更加强一些。这3个颜色你喜欢哪一个呢？反正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非常有赛博朋克的那种感觉，银色的。白色这台我们已经连接好了，跟之前的 FreeBuds 一样，就是你一开盖，然后这边就马上显示电量，然后一连接。这个耳机呢，它有2个全球第一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它是全球首个智能的双天线蓝牙耳机。什么意思？之前的这个蓝牙耳机里面呢，就是单个耳机上面有一个蓝牙的这个天线，然后现在呢，就是它有2根其实很简单就是连接速度更快，连接上面也更加稳定。第二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它是全球首款智慧动态降噪耳机。这个智慧动态这个名字也就告诉你了，就是它在降噪模式的时候是可选这个层级的。你在手机端呢，我们现在打开，然后降噪模式，它可以看到有智慧动态这个选项。它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就是根据外部的噪音来实时的动态调节你的降噪效果。比如说外边很安静的时候，因为降噪耳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戴过的小伙伴非常了解，就是它会产生一些耳压，这个是所有降噪耳机都无法避免的，因为它是入耳式的，它把你耳朵给堵住，这个内外耳压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使用智慧动态的话，就是外边的噪音没有那么大，那么我把这降噪呢可以调的稍微的低一些，那么它这个耳压感呢就会降低一些，让你更加舒适一些。它会随着你环境的变化进行降噪强度的调节。比如说你突然从这个一条安静的马路啪下到这个地铁里了，就非常吵，那它立刻就给你加强降噪就是这么一个效果。然后还有轻度、均衡和深度，你可以自行进行切换，然后还可以进行动态调节。这个就是这款耳机的一个创新嘛。OK， 咱们光说不练假把式，直接来听一下实测的效果。降噪。
降噪。除了环境降噪呢，通话降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直接放给大家听一下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白测评，我们现在在马路边为大家展示正常手机通话效果。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白测评，我们现在在马路边为大家测试华为 FreeBuds Pro 通话降噪效果。同样呢，它也有这个关闭，然后还有透传的这个模式。透传模式就是完全没有了，你可以听到外部的这个噪音。它的透传模式呢，还有一个细节的小功能也值得说，就是人声透传。打开透传呢之后，环境噪音呢全部就来了嘛。其实就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功能。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的车，还有就是你的环境，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全部来了，它可以帮助你更清晰的听到周围的人声，而且比如说你坐公交车的时候也不会错过报站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它这软件里面选项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耳塞的检测，还有就是佩戴的检测，你这个舒适的情况或者说密封性都会有一个检测。在交互方式上呢 ，FreeBuds Pro 呢采用的是划一划和捏一捏的交互方式。如果你是新耳机的话，提醒你注意一下，它侧边呢有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贴纸，这其实是个贴纸，它并不是感应器啊，就是你可以把它撕掉也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贴一下也行，因为你在捏的时候可以直接有一个识别区，就是你习惯了之后啊，就是捏它的矩形的这个耳机柄的这个中部就可以了，就是一捏啊，它就可以切换模式，比如说切换成降噪，切换成透传，切换成关闭，然后你往上滑，就是在这个耳机柄的侧面往上滑一下，它就加大一根音量，往下滑一下就减小一根音量，就是划一划和捏一捏的交互方式啊。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这个交互体验上呢还是不错的，就是感应还是非常灵敏的，不会出现是吧捏了半天不动的这种情况。在续航方面呢，如果要是关闭降噪，如果通话的话，它可以使用4个小时这个耳机；如果要是播放音乐的话呢，可以长达7个小时。如果要是开启降噪，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啊。通话的话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降吧，它就下降了0.5，也就变成了3.5个小时。如果播放音乐的话呢，可以播放4.5个小时，就是在开启降噪的这个情况下。是这个表格呢，我们给大家打出来啊。在这段时间的体验过程之中呢，它是可以满足我日常的使用需求的。和官方表示的续航成绩呢也是差不多的，在我们的体验上。当然，每个人的使用习惯呢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款耳机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其实各方面综合来说表现都还是挺不错的。我们上面呢是给大家放了实测这个对比，是拿人头麦来进行录制的。我们已经尽力去还原它最大强度的真实感了啊，但是它还不是真人嘛，它毕竟是机器嘛，所以说肯定跟你的体感呢会有些许的差别，还是建议大家去线下门店实际体验一下，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一些手机店里边是吧，旁边人都很嘈杂，你戴上应该还是挺明显的。OK， 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呢，这个耳机的价格呢我是不知道的啊，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都跟大家聊完了，你觉得这耳机值多少钱呢？或者说多少钱你可以入呢？是吧？可以走一波弹幕。好了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边。我觉得在安卓阵营这边吧，这个耳机呢也应该会成为一个热门。不过关注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